嗨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在我们人的一生中，对于感情上所花费的精力是非常大的。那是因为每一个人对自己的恋爱感情发展非常关心。在传统手相中，感情线又叫做天文。感情线是西洋手相学的叫法，又叫做星线。感情线是在智慧线的上端，起始位置是从小指下掌边往食指方向走，以走到食指与中指缝为标准。掌纹深刻清晰无断续，色泽红润无杂纹，是表示在感情上比较主动有自信，感情生活丰富有主见，不容易受情绪影响，感情交往顺利，婚姻家庭会比较美满幸福。而掌纹浅弱断裂模糊，色泽暗淡有杂纹，在感情方面容易受他人影响，意志不够坚定，优柔寡断，情绪比较极端，人际关系比较不和谐，容易与人争吵，感情交往不顺利，婚姻家庭会比较有波折。一般我们的感情线的位置是在小指指根和手腕间这段距离，接近小指位于上方1/4的地方为标准。距离智慧线太过于高的感情线，性格上比较会感情冲动，对于爱情方面比较理想化。例如，虽然是跟情人聊天说话，对方只要指正他的缺点，一定会很生气，毫无悔意，是偏向感情用事的人。谈恋爱热度上升得很快，热度消退也快，所以感情婚姻就容易出现问题。太过接近智慧线的感情线，这是表示感情能受到理智的控制，性格比较冷漠，不会轻易表现出自己的感情，不会感情用事，有事会藏在心里，对于金钱方面精打细算，谈恋爱考虑的比较多，欠缺感情冲动，大部分会晚婚。感情线在3大主线里是属于复杂不规则的一种掌线。在手相术中，5大掌线的掌纹长会比掌线短来得好，因为长的掌线更能显示主线的特质。原则上，感情线的长短和强弱与爱情的强弱是成正比的。感情线过长代表多情，以自我为中心，有强烈的占有欲和不服输的嫉妒心，认为别人应该跟他的想法一样，因此在感情上会觉得迷惑。感情线过短不到中指，是表示对感情冷漠，缺乏爱情的人，以自我为中心，比较不在乎另外一半的感受，感情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向上弯的线是表示爱情美满，向下弯的线是表示爱情不如意。如果呈现的是直线，是表示对感情始终如一，遇到困难也不退缩。感情线它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指男女之间的爱情，也是表现一个人的喜好，对外界事物的感受能力，亲情、友情、嫉妒心、同情心、占有欲、审美观、艺术品味，还有人际关系，例如交朋友、婚姻等等。感情线和智慧线这2种掌线，智慧线大部分是指后天学习而来的能力，而感情线是代表与生俱来的本能和生理反应。如果我们要判断一个人的恋爱、婚姻情况，除了看感情线的掌纹深浅、掌纹位置高低，还要观看掌纹延伸的位置，加上以生命线、智慧线作为基础来分析。接下来就跟大家一起来看看感情线末端位置的意义。1. 末端延伸到食指指根线上，表示这个人会把对方当作崇拜的偶像，而愿意以身相许。如果食指比较长，更加深这个意义；如果食指比较短，就表示所爱慕的对象是属于伤感、单恋对方。2. 末端延伸到食指下方，表示这个人喜好美好的事物，浪漫多情，注重心灵沟通，因精神容易受到冲击，所以不太敢直接表达爱意，期待又怕受伤害。3. 末端延伸到食指下方木星丘分叉，表示这个人对于别人给的爱情、好意、同情心特别具有回应的诚意，一旦有机会便会和异性交往，即使牺牲工作也不放弃，但太追求理想化，渐渐变得男女之间的感情看得十分淡薄。4. 末端延伸到食指和中指中间，
表示爱情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获得平衡，爱情关系十分和谐。如果是位女生，对男生好恶分明，少了中庸之道，是属于站在两个极端的人。5. 短的感情线是表示缺乏感情，待人处事不按常规，不会真诚付出。短的感情线如果是在右手，也就表示30岁前可能受到感情创伤，导致不敢付出感情，所以30岁后对感情裹足不前。6. 末端分叉，两条线，一条指向木星丘，一条指向食指和中指之间下方，这是表示爱情多彩多姿圆满，喜欢别人也被人喜欢，过着幸福的生活，是好的象征。7. 末端延伸到中指指根线上，如果是在右手，30岁前可能受到感情创伤，因为对感情失望，导致不敢付出感情。8. 末端延伸到中指下方，表示这个人个性冷漠，猜忌心重，对伴侣要求高，大都是属于肉体方面的要求，容易用情不专。9. 末端延伸到中指下方土星丘底部，土星丘代表冷静，这种掌纹对情欲需求较为强烈，也被称作鱼色之象，感情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想占人便宜，容易用情不专。10. 感情线笔直横向延伸，表示这个人比较自私，不重视人情世故，爱占人家便宜，不会和他人分享，事业心重，企图心强，忽略了另外一半的感受，最后关系渐渐变得冷淡。11. 末端延伸弯向木星丘下方，表示感情上长时间受到波折，一旦为情所困，便会不顾一切。如果是女生，比较可能会成为爱情奴隶，这不是好的象征。12. 三线同源，感情线下降与生命线、头脑线连接在一点上，这是具有代表性的掌纹，代表强烈的伤感爱情。恋爱时往往很热烈、盲目，爱上有妇之夫、有夫之妇，容易有桃色风波。一旦得不到爱情时，会心灰意懒，以致做出残忍的傻事。13. 末端延伸弯向土星丘下方，与头脑线连接，表示纵欲过度，危害到身体的健康。14. 末端延伸到土星丘下方弯曲，和头脑线连接，表示完全是受感情支配，理性比较少，性格容易激动，为爱情而疯狂，总是觉得别人的男朋友、女朋友比较好，对自己所拥有的都不满意，常爱上不该爱的人，自制力薄弱，往往因为嫉妒向没有关系的人动手。15. 感情线向下弯曲，与头脑线交汇，表示是属于消极内向的个性，不善于表达自己的爱意，常常情场失意，单相思。16. 双重感情线，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，精力旺盛，具有吸引异性的魅力，容易结交朋友，也容易发生亲密关系，所以给人一种轻浮不佳的印象。如果是女生，结婚后比较有可能红杏出墙。17. 分离的感情线，在无名指下方上下分离的感情线，下方的线弯向头脑线连接，这是表示第一次婚姻注定失败的掌纹。如果女生有这种掌线，把重心放在工作上面，分散自己不愉快的心情，因为第一次的婚姻比较不幸福，第二次婚姻反而会好一点。18. 末端延伸到第一火星丘，第一火星丘代表攻击斗争，所以不管是智慧线或感情线延伸到第一火星丘，都代表一个人脾气暴躁、不认输的个性。两个的差别是，智慧线对任何事情都是这样，而感情线只有在感情方面受到影响，意思是比较容易为了一件小事争吵。好朋友，感情线是一种比较不规则的掌线，左右手大部分不会相同，必须着重在先天或后天来看，先天不好会形成后天的心态情况。虽然我们有命运的操作，不过命运是靠后天自己去争取，通过自己后天的努力还是可以改变的。下个单元我们继续一起来探讨爱与美、浪漫、充满幻想的副感情线、金星带、感情线流年测算法。对于这个单元有任何想法和建议，欢迎你在底下留言，我们下次见。最后，感谢你的观赏，敬请订阅我的频道，并按下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我有新的影片就会优先通知你。
喜欢这部影片，请按喜欢、分享、订阅频道。拜拜。